大家好，我是邱平。最近看了很多古迹、古建筑，今天来农村转一转。这里属于重庆的大山里面，离湖北也很近，算是两省交界的地方。今天来看一个天坑村，就是在一个天坑里面呢，住了几十户人家。最特别、最有意思的就是里面的房屋啊，基本上是泥土结构的，跟我们之前看的砖结构、木结构、石头结构还是有所区别。像这种传统的泥土结构的房屋，现在是非常少见了。现在准备走上去看一看。谁能想到，在前方还有个天坑村？因为在外表是看不出来的，挺有意思的吧？如果走到顶部，就豁然开朗。这个地方现在好像是不收门票，我听村民说，这个景区应该是关闭了，现在就可能是一个正常的村落。这个大山里面真的是凉快呀！又来到了石头王国。之前这里种了东西啊，苞米，现在是过了季节把它收割起来了嘛。在大山里面，像这样的土地种水稻是不现实，基本上都是种玉米的。这顶部还有人家，所以你如果来到云贵川，很多山上都是能看到人家的。我车子停在下面，你看这里住了好几十户人家，那其实也可以称得上是天坑村，因为到处都是那个大山嘛。我刚刚是从那个山上绕过来的，现在算是来到了天坑村的入口了。村落就在这个下面，看这个悬崖绝壁都是非常高啊。天坑村之前我们看到许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湖北恩施的陆源平那个村落，到现在都没有通公路，要进出的话爬楼梯，就是爬台阶或者坐电梯。以及呢，在贵州啊也有好多天坑村，有一个呢也是没有通公路，要走差不多1个小时才能到里面。那这个天坑村呢，就相对来说方便一点，它那边呢已经修好了公路，并且呢这里离国道也相对来说近一点。在这里呢已经看到很多房屋，这一块呢就是这个天坑村里面的农田呢，全部是用石头弄好的。为什么用石头街边呢？就是防止水土流失。这个只要是在大山里面开凿的农田都是这样的，下面其实都是石头啊。这些以前种植的都是苞米、玉米。刚走下来看到一栋新修的房子，像这样的房子以前如果没有公路的话是不可能修得好的，一般让水泥啊、砖运不进来。那现在有道路了，才可能建这么好的房屋。你像之前在贵州看到的那个天坑村啊，很多还是木房子，就是这个原因。这都是农作物啊，大家猜一下这些是什么？这个都是红薯啊，红薯梗。我在这里听到这个顶部啊有车，就证明上面应该是有一条马路的，很高很高啊。这栋房屋建设的挺好的，挺大的。这个村像这样的房屋并不多啊，一下来就看到很多那种老式的房屋了，目及所在都是。来到这些地方，到处都是菜园子、农田。一进来就碰到一位当地的村民，一开始我叫阿姨，后面我知道不应该叫阿姨，应该叫奶奶。她已经70多岁了，看不出来呀。她是嫁到这边来的。她说这个地方通公路大概是98年才通的，之前你要出去的话必须爬山出去。当时没有通公路之前，真的算是一个世外桃源的村落吧，因为都是自给自足，包括他们现在的生活很大一部分呢也是自给自足，自己种菜，自己养鸡养鸭等等，一些日常的就会出去买。他也向我们介绍，在前几年呢这里打造成一个景区了，像旁边有一些可能就是当时修好的，后面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景区呢相当于又没开了。
旁边这栋房屋呢，就是老奶奶家里的。大家看到这种房子，明显的感觉年代感了。这个房屋大概是修建了有50多年，也就是说，这位奶奶嫁过来没多久之后才修的，面积也算是挺大的。这种房屋跟我们之前在三线工厂看到那种办公楼或者仓库有点类似。98年才把路修好了，到现在不到30年。以前没修路的时候，就从这边或者这里走出去，肯定是没那么方便的。这栋房屋面积还是挺大的，不过就是一层，那这边肯定是放杂物的，上面主要是一层。这边既是一个村落，也是一个菜园农田，看到的全部是红薯啊。不过这个红薯长得不是太好，主要是这边很久没下雨。刚才那位阿姨说，差不多2个月没下雨啊，今年挺干旱的。反正我们看到的房屋90%都是这种传统的用泥土建造的房屋。为什么会用这种泥土呢？其实就跟我们之前在河西走廊一样，就地取材。因为这个地方以前肯定是树木没有那么多，就是节约成本，就用黄泥土修建的。因为如果用石头的话，花的功夫可能也比较大，这是一点。还有呢，可能就是他们建房屋的习惯是用这种黄泥土，冬暖夏凉嘛。这些房屋可能是几十年，等下最里面的那个一个院子啊，好像是有几百年的历史。这些房屋住起来是比较舒服的。现在下面应该是养殖的。哎，你好。哎，你好。啊，这下面是养东西的吗？对。上面才是住人的。对。啊，外面是泥，里面也是砖块是吧？里面也是泥巴，外头。啊，都是泥巴。这里养了一些鸡鸭。里面那些房屋也是这位阿姨家里的，等于她这里算是有2栋房屋。不过房间没有那么多啊，因为农村以前的房屋建造，房间都不会太多。这里呢也是泥土的房子，按照阿姨的介绍，这个地方现在是古村落，这些房屋呢都要进行保护。这是房屋里面的情况，这边属于堂屋了，这个非常深呐，这些这么深的话，住起来就不会那么压抑，可能比较舒服一点。这边现在是可以开车过来的，我看到几个游客开了。刚才那位阿姨也挺健谈的，她儿子都在读博士啊，挺厉害的，培养了一个好的小孩，好像是医学有关的吧。哎，看到有人在这里写生，就是画那个夔门，就在那里，那个就是夔门呐、汉夔门。哇，这个是叫山水画吗？叫什么画？哇，真厉害！由于我对这些不太懂，所以我就没有问他们。这个天坑也不是平坦的，它是有个坡度，我们就一路向下，一直走到那里去。在下面还有一些老的房屋，就是历史更悠久的。这边的房屋能够一直看到啊，因为现在是在保护嘛，那这些房屋就不能拆，就一直保留原样，可以修缮，但是不能重建。这边的山真的是像刀劈开的一样哎。夏天的时候，这里长满了玉米，现在是红薯。在这里，其实也体会到他们以前要在这个上面种植东西，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啊。你像这石头，可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完成的，也是搞了好久啊。说不定可能是好几代人搞成的。这个也是在修缮房屋。这边的房屋看起来都挺大的，而且每家每户都有好多柴火。哦，快下雨了。我们从上面走过来，也走了一段距离了。反正这里看到这种新的房屋不多啊。听刚才那位阿姨说，这个是在保护之前他们建造的，可能就是已经建了10年以上了。你看那个房屋也是有一定年代感的。这里有一栋房屋正在修缮，看一看，因为屋顶的瓦都没了。
这个墙壁的那些泥都开裂了，这个才是原汁原味的那种泥土房屋建筑，看到没有？大家猜一猜它是怎么建造的？也是一层一层压实的，就跟我们之前看的夯土一样。来，大概30公分是一层。像这样的房屋，现在真的是很少见了，极少数。在西北能够看到一些，在南方，反正走了这么多地方，我就发现只有这个村子有这么多的房屋。这个应该是在重新修复吧，哇，全部要整理一遍。哇，雨下大了，看看里面的情况。它下面应该还有一层，这里面也是2层的，这样算起来就有8间房屋了。别看是黄泥土啊，其实挺光滑的，还是有那个黄泥灰。如果长期住的话，还是要贴点东西。这个是阳台，门口也是菜园子。哦，下面也听到有人声音，就是很多人在那边游玩，可能开车直接开过去了。在那个顶部啊，也有房屋，不知道是不是1、2户人家。刚才碰到一位阿姨，她说之前这里也是有房屋的，就这一块啊，这一边是一个4合院形式围起来。但现在可能就把它拆了，要重新整理一下。这个没有拆多久吧？一下拆全部是一起拆的。这位也要称呼为奶奶了，将近80岁，她的丈夫78岁了，我们也称呼爷爷，就在旁边。来到这里，我发现一个特点，像这些爷爷奶奶，他们都已经接近80岁，或者已经超过80岁，但实际的话看不出来。很有可能啊，是这个地方的空气好、水土好、环境养人，才使得他们看起来比其他的年轻一点。像他们家族在这里呢，已经住了600人了。这样算起来，他们家族在这个天坑里面居住了大概是150年到200年。像这位爷爷的父亲和爷爷，他们在当时也算是高寿。所以这样算起来，200年可能有。他们是一直住在这个天坑里，当然年轻人现在已经搬出去了。按照他的说法，他们整个家族现在大概有70、80口人。就说我们那个人，他就只差2年就是80。这位爷爷身体还挺健朗的，78岁还在劳作，他在旁边弄东西，还搬东西，确实身体挺可以的。你说这位奶奶看不出来像75岁的样子吧？怪不得现在很多人呢，愿意去农村生活。这80多口人是指这位爷爷他有几兄弟，然后爷爷他们小孩又有几兄弟，这样整个家族起来有80多口人，算是一个比较庞大的家族了。所以说山区这种地方空气水真的是养人。站在这个下面看上面，真的是壮观了。道路在那一块。我们在空中看一下这个天坑村，按照当地村民介绍，现在大概是有40、50户人家，但是实际在此居住的可能都没有，因为大部分人搬走了或者出去上班了。常年在这里居住的可能就是20多户吧，而且都是中老年人，年轻人肯定都不会在这个地方。这里呢，现在也算是一个网红打卡地点，时不时还有人参观，因为这里有个汉奎门，而且说到是天坑村。汉奎门呢，等一下我们走下去再仔细看看。那这个天坑村呢，在重庆是有名，但实际来讲，这个天坑村只是说云贵川其中的一个，就在这附近呢。其实可以说有好几个天坑村，我们通过航拍能够看得清楚一点。像我们眼前看到那个下面，其实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天坑村，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天坑村就是一条马路之隔，在这里看的是比较明显吧。只是说现在这些天坑村都修了路，相对来说好走一点。下面呢应该是一条县道或者乡道，然后直接走到上面国道来，就跟我们现在这个天坑村
大概是一样的。这个底部呢也是有一些人家，所以你如果来到恩施或者是重庆，很多地方啊都有这样的天坑村的，只是说现在道路修通了，方便一点。那么在以前这些地方是没有通公路的。当然，纯粹的天坑村还没有修道路的也有，就是湖北恩施的陆苑坪以及贵州的一个天坑村，里面呢是住的人不多，要从天坑走出来是需要1-2个小时的。现在天坑村不通公路的还是比较少。在这个天坑村上面刚好有一条国道，很多人在这条路行驶的时候就会在顶部停下来看一看，刚好这边呢有一个观景台，就能够很好的看到下面天坑村的风景，以及看看远处那个夔门。这一块呢，就是之前景区打造的一些建筑，是什么小院，现在也荒废了，不知道是客栈还是其他的，不知道荒废多久了。应该是一个什么咖啡或者其他休闲的地方，你看有收银台，还有很多瓶瓶罐罐的，或者是那个茶室吧，我估计是这样的，因为刚好这是个平台嘛。像以前大家逛累了，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下，喝喝咖啡。那这里肯定也是随着景区的撤销，这个也关闭了。这一幅房子应该也没有住人。刚刚我们说这里实际居住的现在可能就20-30户，其实更确切一点，应该说只有20-30个人，还基本上都是老年人、中老年人。这些泥土房子都比较大呀。说真的，这个地方真的是有点像世外桃源了。如果叫我在这里常住，我是待得下去，只要有网就行。在旁边又看到不一样的，这应该也是后面加以装修，可能也是为了民宿使用的。现在一样的也是荒废了，院子里面都是杂草。我从小长大在农村，这些地方的环境我真的还是能够适应的，我还是挺喜欢农村的。其实我反而不喜欢在城市里面待着。还有一点，我觉得这个村比较好的就是年纪大的人精神状态都比较不错。我刚才已经看到好几个70多岁的老人，但是呢，他们看不出来70多岁，基本上一眼望去都是60多岁的，就证明这边的空气好，水土好，环境不错，环境养人嘛，可能是这样的。这越来越靠近下面了，我们要去那个门那里看一下，这些地方才是原生态的村落，没怎么开发，来的游客也不多。只是说近几年呢，被网络带火了。如果网络没带火的话，这纯粹就是一个非常原生态的古村落，大山里面的村落。尽管这些房屋是泥土的，但是感觉修缮一下还是挺有档次的。每家每户房子旁边呢是一个平台，就跟院落一样的，农村都是这样的。这种黄泥土的房子大家是不是见得很少啊？它这种房屋呢，就是完全是黄泥土的，然后里面粉刷了一下，跟我们之前其他看到的外面是砖里面是木头的还有点不一样。那个就是夔门，天下夔门。水夔门就是瞿塘峡，那个是在奉节，我们这里也是属于奉节，两个地方隔了差不多大概50-60公里吧，小车都能开进来，这就是小车的方便。我那个车不太好开进来，不过呢，我也觉得没必要。他们可能是直接去看夔门，而我呢是徒步进来慢慢看的。阿姨，背的红薯啊？背着红薯。有多少斤？那50-60斤了。我估计背不动。在农村，在山区，这种背篓很常见。前2天我们去王昭君的故里，那边呢摆放了很多农具，就有这个背篓。因为这边山比较多嘛，
靠背篓方便一点。看看这边的绝壁，都有好几百米高呢，最顶部可能都有上千米。因为这个夔门都有好几百米，这里以前应该都是农田，现在可能由于是老年人在这里，估计有一些种了，有一些就没种。到了，开车进来的还真的有一些人呢。这下面也算是一个停车场了。这些房子跟我们刚才看的是一样的，估计都有将近100年历史啊。就算没有100年历史，50、60年是绝对有的。这个就是汉夔门，它是与长江三峡自然景观夔门相似，那个地方是瞿塘峡、百里城那里。那这个地方呢，由于山谷平时干旱，雨天呢才出现小溪流，汉夔门呢由此而来。这里呢有比较大的看点，就是由2处如刀削般的600多米的绝壁构成，两山之间形成一道400多米宽的天然大石门，就是我们现在看的样子，600多米。视频可能感受不出来，但是实际如果走到下面才能感觉到震撼，所以称之为山门，被地质界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山门。我们说的汉夔门就是这个地方。据说旁边有山路可以登上汉夔门的顶峰，那就是得从天坑外面走上去了。在这个夔门往里面走啊，有3公里长的迷宫河，底部呢树木茂盛，以前呢有很多人去徒步，但是现在的话应该比较少，因为毕竟是在山谷里面不太好走。像这样的天坑村确实是比较少啊。之前我们看到的不同公路的村落，悬崖村或者是天坑村，它的房屋大部分是石头或者是木构建筑，而像这样的黄泥土的是少之又少，这也算是大开眼界了。那其实这个天坑村呢，也可以这样说，大概是20-30户人家在这里居住了200年，一直不愿意搬走。因为确实是啊，这里给人感觉就是一个世外桃源，住习惯了的话还真的不愿意搬走。这种原生态的村落给人的感觉还是挺好的，住在这里也可以说是一番享受啊，世外桃源嘛。那这个村落我们就逛完了，这个视频也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再见。